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昭帝元平元年。首先看看刘病已登基的仪式流程，这些内容很容易被忽略，其实饱含深意，特别耐人寻味。当年秋7月，霍光汇集群臣，议定皇帝人选，都商量妥了，再和丞相杨常等人联名上奏上官太后，获得太后批准。下一步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是：光遣宗正德至曾孙家上官礼，喜沐，赐御衣。我们谨守文本的话，理解出来的意思就是霍光派宗正刘德到刘病已在上官礼的家，让他沐浴。刘德给他带来了皇帝专用的衣物，让他换上。这条记载来自《汉书·霍光精密滴传》，会给读者一个误解，误以为刘病已在上官礼住家，换上了皇帝的衣服之后才出发进宫。但这两点都不对。首先，刘病已置办不起上官礼的房产。当时长安的居住区以里为单位，每一个里相当于一个街区，一旦分出了街区，自然就有了高低贵贱。上官礼是所有街区当中最尊贵的一个，很可能就在未央宫东阙附近。刘病已一个落难皇曾孙，并不可能在上官礼拥有自己的一套房产，他只是在属籍之后，系名在宗正那里登记了，皇族血统被认可了，偶尔会被通知以皇族身份朝拜皇帝，这种时候他才会临时住在上官礼，大概那里有一个皇族招待所吧。现在要捧他当皇帝了，所以他又来上官礼临时落脚，为下一步的流程做准备。汉书宣帝纪的记载就准确多了，原文是遣宗正德至曾孙上官礼舍，喜沐，赐御府衣。虽然只差了2个字，但含义差别很大。刘德带给刘病已的仅仅是御府衣，而不是御衣，也就是说让刘病已沐浴更衣，更换的只是特定的礼服，而不是黄袍。下一步，太仆派临列车来接刘病已。所谓临列车到底是什么形制，说法五花八门，已经搞不清楚了。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一种打猎专用的轻便马车，一点都不正式。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昌邑王刘贺才被请来长安的时候，刘贺才到城郊的坝上，大鸿胪就去行郊迎礼，先上圣舆车。这里的圣舆代指天子，圣舆车就是天子之车。刘病已没有这个待遇，只是被接上了临列车，而且他并没有直接入宫，而是到宗正府里做斋戒，等一切都做完了，他才终于进入未央宫。但还不能直接当皇帝，而是首先拜见上官太后，受封阳武侯。这个环节看上去很奇怪，似乎传达出来的意思是刘病已只有平民身份，不可以一步登天，所以先由上官太后给他封一个彻侯头衔，过渡一下。下一步，终于群臣奉上皇帝专用的玉玺，刘病已正式称为大汉天子。但仪式还没有完，还要拜谒高庙，意思是请刘邦的在天之灵认可刘病已的继承权。然后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尊上官太后为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是皇帝的祖母。这一年刘病已18岁，上官太皇太后比他还小4、5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从辈分上看，上官姑娘是刘病已的叔祖母，并不是亲祖母，凭什么被尊为太皇太后呢？乍看上去这倒不算欺负刘病已，因为昌邑王刘贺先前当皇帝，尊这位上官姑娘为皇太后，相当于认了亲妈。这背后是当时的一则春秋大义，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，后的意思是继承人。我们有一句很熟悉的老话叫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没有继承人被认为是所有不孝行为当中最严重的一种，理由很单纯，只有子子孙孙传承不绝，历代祖先才能一直得到祭祀，一旦断子绝孙了，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就没人祭祀了，就该挨饿受苦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男人如果特别有孝心，想方设法生儿子，但真的生不出来，他能怎么办呢？站在汉代皇帝的角度，巴不得叔伯兄弟们全都断子绝孙，这样的话封国就可以收归中央直辖，
没人可以威胁自己的皇位了。所以我们看汉朝这段历史，已经看过太多诸侯王因为没儿子而失去了自己的封国。但从祭祀角度来看，历代皇帝永远有人祭祀，他们属于宗法当中的大宗。至于那些旁宗，也就是小宗，断就断了，不是很有所谓，只要大宗不断就行了。当然，如果真的严格按照周礼，那么在每一个诸侯国里，第一任诸侯王在本国都属于大宗，是始祖，自然呢也不愿意说绝后就绝后的。如果诸侯王再往下一级分封，封给某个大夫一处采邑的话，那么在这个采邑里边，第一任大夫也属于自己这一系的大宗，是始祖，人家呢也不愿意说绝后就绝后啊。眼下的问题是，昭帝属于大宗，但他死得早，没有儿子。当初请昌邑王刘贺当皇帝，按照没人后者没之子的原则，刘贺做的是昭帝的继承人，因此要认昭帝当亲爹，从此自己就不能把真正的亲爹刘伯当亲爹来祭祀了。在霍光废黜刘贺，给刘贺罗列的罪状里边，有一条就是刘贺派人祭祀生父刘伯，自称四子皇帝。要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刘贺已经变成了昭帝的四子，正因为他在名分上变成了昭帝的儿子，所以昭帝的皇后才会被尊为皇太后。刘贺既然被废掉了，所以他的大宗资格就被取消了。刘备已从法理上说，不是继承刘贺，而是取代刘贺，继承昭帝。新问题来了，这样的话，如果还要依据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原则，那么刘病已就应该像刘贺一样，认昭帝当爹，认上官姑娘当妈。上官姑娘的头衔应该还是皇太后才对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刘病已真的尊上官姑娘为太皇太后，就等于做了刘贺的继承人，而不是昭帝的继承人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当然不可能，所以这应该是司马光搞错了。《资治通鉴》这段记载出处是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，然而在《汉书·宣帝纪》里，唯独没有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这一句。我查阅了各种史料，到底也没有查到司马光为什么要补上这一句，又为什么认定了上官姑娘生了一辈，也没有发现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只能存疑了。汉书后文讲到上官姑娘，还是称她为皇太后，但《资治通鉴》没能改彻底，所以有的地方称她为皇太后，有的地方称她为太皇太后，很混乱。不过刘病已如果仍然称上官姑娘为皇太后的话，虽然符合为人后者为之子这一条春秋大义，可刘病已在血缘关系上确实和上官姑娘差了2倍，不知道宗正那边该怎么处理皇室家谱。困难是明摆着的，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对于这个难题，朝廷里的那些儒学专家难道就没有一个现成并且妥当的解决方案吗？答案是真的没有。为人后者为之子，出自《公羊传》成公15年。春秋在这一年记载了鲁国贵族仲婴齐过世，公羊传笔曲匠心地发现了字里行间的奥秘。这位仲婴齐，春秋前文一直叫他公孙婴齐，怎么这里突然改口叫他仲婴齐了呢？微言之下一定藏着大义。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，发现公孙婴齐做了自己亲哥哥的继承人，这样一来，哥哥就变成了爸爸，爸爸就变成了爷爷。公孙婴齐血缘上的爸爸字仲遂，依照当时贵族世界的取名惯例，孙儿从爷爷的字里提取一个字作为自己这一支的氏。公孙婴齐的爸爸既然升级成了爷爷，仲遂的仲就会理所当然变成了公孙婴齐的氏。从此以后，春秋就改成公孙婴齐为仲婴齐了。好吧，只要把这些因果关系串联好了，不合理的地方一下子就说得通了。但问题是，公羊传完全告错了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